19世纪末，物理学迎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物理学家们自信满满，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基本搞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律。牛顿力学解释了天上地下一切物体的运动，热力学和电磁学也都发展成熟，整个物理学的大厦看起来金碧辉煌，固若金汤。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物理学已经接近完工了，只剩下几个小问题还没解决。这些小问题听起来无伤大雅，似乎只要再给一点点时间，就能把它们全部攻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几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即将在20世纪初掀起一场科学革命，彻底颠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这些小问题里，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就是黑体辐射。什么是黑体呢？简单来说，黑体是一种能够完全吸收所有外来电磁辐射，同时又能以最大速率向外辐射能量的理想物体。物理学家们喜欢研究黑体，是因为它是一个完美的模型。它的辐射特性只取决于温度，与它的材质、形状无关。想象一下，你面前有一块烧红的铁块，随着温度升高，它的颜色会从暗红变成橙红，再变成亮黄，最后变成刺眼的白光。这个现象你一定见过，但背后的原理却让物理学家们伤透了脑筋。经典的电磁理论认为，能量是连续的，就像一条平滑的河流，可以任意取值。但用这个理论去计算黑体辐射的规律时，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对于高频光，也就是紫外线、X 射线这些经典理论预测的能量会趋向无穷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著名的紫外灾变。你可以想象一下，经典理论就像是一个精心搭建的积木塔，物理学家们对它充满信心。但这个紫外灾变就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直接把这个积木塔吹得七零八落。它让经典物理的根基产生了裂缝，暴露出了深藏其中的致命缺陷。所有顶尖的物理学家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尝试修补经典理论，有人提出各种猜测，但都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直到1900年12月，一个叫马克思·普朗克的德国物理学家做出了一个让整个物理学界为之震动的假设。普朗克发现，如果假设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包一包离散的，就像是一粒粒不连续的小颗粒，那么黑体辐射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他把每一包能量称为量子，这个词来自拉丁语 quantus， 意思是多少。这个假设完美地解释了黑体辐射的实验数据，普朗克也因此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讽刺的是，普朗克自己却并不相信这个假设是真实的。他把能量量子化仅仅当作一种数学技巧，一种为了得到正确答案而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在普朗克的内心深处，他依然坚信能量应该是连续的。他后来回忆说，引入量子这个概念是他毕生做过的最不情愿的一件事。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讽刺。普朗克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权宜之计会成为物理学新时代的起点，会彻底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量子就这样诞生了。虽然他的父亲并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但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准备好要大展身手了。1905年，瑞士伯尔尼专利局里，一个26岁的年轻人
正在忙碌地审阅着各种发明专利。这个年轻人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专利审查员。他的生活平淡而拮据，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处理那些枯燥的技术文档上。但正是这一年，爱因斯坦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5篇论文，其中任何一篇都足以让他名垂青史。这5篇论文涉及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和智能等价。其中光电效应那篇论文直接让他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篇关于光电效应的论文上。什么是光电效应呢？简单来说，就是当光照射到某些金属表面时，会把金属里的电子打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是用弹珠去撞击台球，如果弹珠的能量足够大，就能把台球撞飞。经典物理学认为，光是一种电磁波，它的能量取决于光的强度，而不是频率。也就是说，只要你用足够强的光去照射金属，电子就应该能被打出来。但实验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无论光的强度多大，如果频率不够高，就根本打不出电子。而一旦频率超过某个阈值，即使光很微弱，电子也能被轻易打出来。这个现象让物理学家们困惑不已。爱因斯坦则给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解释：光不仅是波，还是由一包一包不连续的能量组成的粒子。这种粒子后来被称为光子。爱因斯坦认为，每一个光子的能量只取决于它的频率，频率越高，能量就越大。当光子的能量超过某个阈值时，它就能把电子从金属中撞出来。这个阈值就是金属中电子的溢出功。你可以把电子想象成是被关在井底的青蛙，而光子就是扔进井里的石子。如果石子太轻太小，就没法把青蛙砸出井口。但如果石子足够重足够大，轻轻一扔就能把青蛙弹飞。这个解释完美地说明了光电效应的所有细节。爱因斯坦也因此封神，成为物理学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让爱因斯坦封神的光量子概念，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解决了光电效应的问题，却引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矛盾：波和粒子明明是2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怎么能同时属于同一种东西呢？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这个问题从牛顿和惠更斯的时代就开始争论，一直没有定论。现在爱因斯坦证明了光具有粒子性，而之前无数实验已经证明了光具有波动性。这2个事实放在一起，让整个物理学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量子概念暗示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量子世界里，能量、物质，它们的本质可能就是不确定的、离散的，由某种基本单位构成的。爱因斯坦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打开的不仅仅是一扇门，而是一个全新的宇宙。但讽刺的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进一步发展，爱因斯坦却成为了他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他始终无法接受量子力学中那些诡异的特性，特别是那个让整个物理学界都为之困扰的不确定性。在爱因斯坦看来，物理学应该给出确定的、可预测的结果。一个电子应该有一个确定的位置，
无论我们有没有去测量它，大自然不应该是一个掷骰子的赌场。它至死都在追问一个问题：上帝到底掷不掷骰子？这个问题困扰了他整个后半生，也成为量子力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哲学争论之一。1925年，奥地利的一间小屋里，一个中年男人正伏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这个男人叫埃尔温·薛定谔，他即将写下一个改变物理学进程的方程。薛定谔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天才科学家形象，他风流倜傥，嗜酒好色。据说他的很多灵感都是在和他的众多情人度假时产生的。1925年的那个冬天，他离开了他在苏黎世的职位，去到阿罗萨的一个度假小屋里躲清静。关于他为什么离开，有很多传说。有人说是因为和妻子的关系紧张，有人说是因为和一个神秘的情人约会，也有人说纯粹是因为工作压力。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次逃离却成就了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突破之一。在这个安静的小屋里，薛定谔开始思考那个让无数物理学家头疼的问题：如何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原子中电子的行为。在此之前，量子力学已经有了2种不太成功的描述方式。波尔的原子模型虽然能解释氢原子光谱，但太过粗糙和拼凑。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虽然数学上自洽，但太过抽象和难以理解。薛定谔则另辟蹊径，他受到德布罗意提出的物质波概念的启发，大胆假设电子在原子中并不是围绕原子核做确定的轨道运动，而是以某种波的形式存在。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在1926年写出了那个著名的方程——薛定谔方程。这个方程的数学形式并不复杂，但它描述的内容却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和震惊。薛定谔方程描述的不是粒子的确定位置，而是一个叫做波函数的东西。这个波函数用希腊字母谱西来表示，它包含了关于电子所有可能状态的信息。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波函数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薛定谔认为，波函数描述的是电子在空间中真实存在的物质波。电子不是一个点状的粒子，而是一团模糊的波。这个解释现在被称为物质波解释。虽然当时很多人接受，但现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最终，马克思·伯恩给出了波函数的正确解释。波函数描述的是电子在各个位置出现的概率，波函数的平方就等于电子出现在该位置的概率密度。这意味着，在量子力学里，我们永远不能确切地说电子在哪里，我们只能说出电子可能在哪里。每一种可能性都有一个相应的概率。用更直观的话来说，量子力学描述的不是电子在哪里，而是电子可能在什么地方。这和牛顿力学完全不同。在牛顿力学里，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物体的初始状态，你就可以精确预测它未来的所有行为。但在量子力学里，我们只能给出概率，精确的预测是不存在的。这就是量子力学最诡异的地方，也是让爱因斯坦最无法接受的地方。在量子力学的描述里，在你测量电子的位置之前，电子哪儿都不在，它同时处于所有可能的位置，以一种概率分布的方式存在。这不是比喻，不是夸张，而是字面上的意思。当你测量电子的位置时，波函数会坍缩，从所有可能性的叠加突然变成一个确定的结果。
就像是有1000扇门，每扇门后面都可能有一只猫。在你打开门之前，所有的猫都既存在又不存在。当你打开某一扇门的时候，那扇门后的猫突然变得确定，而其他门后的猫则瞬间消失。这个过程被称为波函数坍缩，是量子力学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现象之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测量为什么会导致波函数坍缩？坍缩的过程具体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完美的答案，成为量子力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薛定谔本人也对这种解释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伯恩的概率解释让他非常不舒服。他更愿意相信电子真的像波一样在空间中扩散，而不是仅仅存在于某种概率之中。但实验证明了伯恩的解释是正确的，量子力学的预言与实验结果高度吻合，概率解释已经成为主流观点。薛定谔方程至今仍然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工具之一，它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原子世界的大门，让我们能够理解原子结构、化学反应、材料性质等无数现象。他的发现是人类智慧最辉煌的成就之一。1935年，薛定谔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让所有人都睡不着觉。这个实验后来被称为薛定谔的猫，成为量子力学最著名的符号之一。让我们来描述这个实验。想象一下，你把一只猫关在一个密闭的容器里，这个容器里有一个放射性原子、一个盖革计数器、一瓶毒药和一把锤子。如果放射性原子衰变，盖革计数器就会检测到放射线，触发锤子打破毒药瓶，猫就会死。如果原子没有衰变，猫就活着。根据量子力学，在你没有观察之前，放射性原子处于衰变和没有衰变的叠加态，它同时衰变了，同时又没有衰变。如果原子处于叠加态，那么由它控制的整个系统，盖革、计数器、锤子、毒药、猫，都应该处于某种叠加态。换句话说，在你没有打开容器观察之前，这只猫同时是活的，又是死的。它既不是活着，也不是死了，而是活着和死了两种状态的叠加。这听起来完全荒谬，对吧？一只猫怎么可能同时是活的，又是死的？这正是薛定谔提出这个实验的目的。他想用这个荒谬的例子来说明量子力学的解释可能存在问题。如果量子力学的规则适用于一切，那么它们也应该适用于猫这种宏观物体。但我们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见过一只既死又活的猫。那么量子力学的描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测量问题。物理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试图解决这个矛盾。最主流的解释是哥本哈根诠释，由尼尔斯·波尔和维尔纳·海森堡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提出。这个解释的核心观点是，量子态的描述只适用于微观系统。当我们用宏观仪器去测量微观系统时，测量行为本身会导致波函数坍缩。也就是说，当你的仪器检测到衰变信号的那一刻，波函数就坍缩了，系统进入了一个确定的状态。至于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发生的，波尔认为我们不应该追问，追问也没有意义，因为量子力学只告诉我们会发生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态度让很多人感到不满，包括爱因斯坦
和薛定谔。他们认为物理学不应该止步于描述现象，而应该解释现象背后的本质。但波尔的回应是，也许这就是自然的本来面目，我们不应该用经典世界的直觉去理解量子世界。在量子世界里，是和否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测量本身就会影响结果。另一种解释则更加大胆，多世界诠释。这个解释的提出者是美国物理学家休·艾弗雷特三世。他在1957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波函数从来不会坍缩，每一次测量都导致宇宙分裂成多个分支，在每一个分支里，测量结果都是确定的，但不同的分支里有不同的结果。回到薛定谔的猫，在你打开容器的那一刻，宇宙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宇宙里猫是活的，另一个宇宙里猫是死的。你作为观察者也分裂成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看到活猫，另一个版本看到死猫。这两个宇宙都是真实的，只是它们彼此不再交流。你永远无法跨越到另一个宇宙去看看另一种可能。这个解释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实际上它是量子力学数学框架的一个严肃推论。它不需要引入任何额外的假设，只需要接受波函数永远不会坍缩这个事实。当然，多世界诠释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何定义测量？宇宙分裂的时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只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议。除了哥本哈根诠释和多世界诠释，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导航波理论、量子贝叶斯主义、自发坍缩理论，每一种解释都有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每一种解释都试图在数学框架和物理直觉之间找到平衡。这就是量子力学的诠释之战。物理学家们为量子到底是什么吵了100年，至今没有定论。但这丝毫不影响量子力学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理论。它的预言与实验高度吻合，它解释了原子结构、化学键、材料性质、生命现象。几乎所有物理现象的最后归宿都离不开量子力学。也许哲学上的困惑并不妨碍实际的应用。量子力学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它告诉你怎么算，但它不告诉你为什么这样算。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量子力学中最诡异的现象——量子纠缠。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什么是量子纠缠呢？想象一下，你有2个粒子，它们曾经相互作用过，然后被分开，送到宇宙的两端。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这2个粒子可以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纠缠态。在这种状态下，这2个粒子的状态是高度关联的。如果你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自旋，你就会立刻知道另一个粒子的自旋，无论它们相距多远。更诡异的是，在你测量之前，这2个粒子都没有确定的自旋，它们同时处于向上和向下的叠加态。只有当你测量其中一个粒子的那一刻，2个粒子的波函数才同时坍缩，确定它们的状态。而且这种影响是瞬时的，没有任何信息传递，不违反相对论。但它的关联程度超越了经典物理所能解释的任何可能。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种现象，在他的世界观里，任何影响都不能超过光速，信息和能量必须通过某种介质传递。1935年，爱因斯坦和2位同事
鲍里斯·波多尔斯基、纳森·罗森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著名的1P2杨谬。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是，如果量子力学是完整的，那么两个粒子之间存在瞬时的关联，这违反了相对论的基本精神。因此，量子力学一定是不完整的，存在某种隐变量，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但正是这些隐变量决定了粒子的真实状态。换句话说，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信息。如果我们知道那些隐变量，我们就能精确预测每一个测量结果，就像牛顿力学一样。波尔的回应是，爱因斯坦的论证基于经典物理的直觉，认为粒子有独立于测量的真实状态，但在量子世界里，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两个粒子形成纠缠态后，它们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独立地描述其中一个粒子。波尔认为 1P2杨谬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有多么不同。这场争论持续了很多年，表面上似乎只是哲学层面的争论，无法用实验来验证。但1964年，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提出了一个数学定理，把这场争论变成了可以实验检验的问题。贝尔提出了一个不等式，贝尔不等式。在经典物理的框架下，任何基于隐变量的理论都必须满足这个不等式。但如果量子纠缠是真实的，那么贝尔不等式就会被违反。1982年，法国物理学家阿兰·阿斯佩进行了一系列精确的实验，测量了纠缠光子的相关性。结果非常明确，贝尔不等式被违反了，量子力学的预言是正确的。这意味着爱因斯坦错了，量子纠缠是真实存在的。两个粒子真的能瞬间共享信息，超越光速的关联是自然的真实属性。需要强调的是，量子纠缠并不允许信息传递超过光速，你无法通过纠缠来发送消息或传输数据。两个粒子的状态虽然是关联的，但在你测量之前，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测量之后，你知道了，但另一个地点的人不知道，除非你通过经典渠道，比如电话、互联网告诉他们。所以，量子纠缠没有违反相对论，但它确实揭示了自然世界中一种全新的关联方式，一种在经典物理中完全不存在的关联。这种关联已经成为量子信息科学的核心资源。量子通信、量子密码、量子计算，这些前沿技术都依赖于量子纠缠的存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量子纠缠会成为人类技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而它的鬼魅属性也将从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让我们暂时从那些深邃的哲学争论中抽身出来，看看量子力学在实际世界中的应用。毕竟，量子力学不只是一套哲学理论，它已经变成了你手中的手机、电脑和互联网。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量子效应每天都在你身边发生着。半导体是现代电子工业的基础，而半导体的原理完全依赖于量子力学。晶体管、太阳能电池、LED 灯这些器件的工作原理都离不开量子效应。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半导体物理学，也就没有现代电子学。激光也是量子力学的产物。激光的原理，受激辐射，是爱因斯坦在1917年提出的。当光子通过激发氦原子时，
会引发原子发射出一个相同的光子。这个新光子与原来的光子具有相同的相位、频率和方向，这导致光被不断放大，最终形成高度相干的激光。你现在使用的 DVD 播放器、激光打印机、条形码扫描器，甚至眼科手术中使用的手术刀，都离不开激光。而所有这些应用的基础都是量子力学。医院里的核磁共振成像 MRI 也是量子效应的应用。核磁共振利用了原子核的自旋特性，在强磁场中，某些原子核会吸收和发射射频信号，这些信号的频率和强度能够反映物质的结构信息。通过量子力学的原理， MRI 能够无创地生成人体内部的高清图像，成为现代医学诊断的重要工具。量子力学支撑着整个现代电子工业，从你口袋里的智能手机，到办公桌上的电脑，到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所有这些设备的核心都是半导体芯片。而半导体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完全依赖于量子力学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量子力学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面貌。如果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晶体管，没有集成电路，没有现代计算机，没有互联网，没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一切。而这仅仅是开始。量子力学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技术时代，量子技术的时代。量子计算机是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传统的计算机使用比特来表示信息，每个比特只能是0或1。量子计算机则使用量子比特，或者叫 qubit。量子比特可以处于0和1的叠加态，这意味着它可以同时表示0和1两种状态。你可以把这个区别想象成是翻书，传统计算机一次只能翻1页书，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翻所有的书页。这种叠加特性使得量子计算机在处理某些类型的问题时具有巨大的优势，比如分解大数、搜索数据库、模拟量子系统。这些问题对传统计算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但量子计算机可以高效地解决它们。2019年 ，Google 宣布其量子计算机实现了量子霸权。在某个特定任务上，量子计算机的性能超过了最好的经典计算机。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团队研发了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在处理高斯玻色取样问题时，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当然，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量子计算机已经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现在的量子计算机还存在很多局限性，比如量子比特很容易受到环境干扰而退相干，量子纠错的技术也还不成熟。量子计算机要真正实用化，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毫无疑问，量子计算代表着计算技术的未来方向，它将改变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改变密码学、化学模拟、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量子通信是另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量子通信利用量子纠缠的特性，可以实现理论上无法被窃听的安全通信。如果有人试图拦截和测量量子信息，量子态就会发生变化，接收者能够立即发现这种入侵。2016年，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并在2017年实现了1000公里级的量子密钥分发。这标志着量子通信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用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量子精密测量
是量子技术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利用量子效应，可以实现远超经典极限的测量精度。比如量子重力仪可以探测地下管道的精确位置，量子加速度计可以用于导航系统，量子磁场计可以检测脑电活动，用于医学诊断。量子模拟则利用量子计算机来模拟其他量子系统。对于传统计算机来说，模拟量子系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量子系统的复杂度随着粒子数指数增长，而量子计算机天然适合模拟量子系统，这将在化学、材料科学、药物设计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从半导体到激光，从核磁共振到量子计算机，量子技术正在从理论走向现实，而你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技术革命。我们已经在量子世界里游历了很久，从普朗克的黑体辐射，到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到薛定谔的方程，到那只让所有人都睡不着的猫，再到神秘的量子纠缠，最后来到量子技术的最前沿。但量子力学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征途上，还有一些最大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去征服。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矛盾就是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另一个伟大理论，它描述了引力的本质，时空的弯曲。广义相对论认为，质量和能量会弯曲周围的时空，而弯曲的时空则告诉物体如何运动。这个理论完美地解释了行星运动、黑洞、宇宙的演化，它是现代宇宙学的基础。但当物理学家们试图把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结合在一起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两个理论在根本假设上是冲突的。量子力学描述的是离散的、概率性的、局域化的现象，而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连续的、确定性的、延展性的时空。在黑洞的起点附近，或者宇宙大爆炸的最初时刻，这两个理论都会失效。那里既有极端的引力，又有极端的量子效应，我们现有的理论都无法描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大胆的理论。弦论认为，宇宙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不是点状的粒子，而是一维的弦。这些弦极其微小，它们的振动模式决定了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粒子和力。弦论的一个诱人之处在于，它自然地包含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有望成为那个终极理论。但弦论需要10维甚至11维的时空，而我们只生活在4维空间中。那些额外的维度蜷缩在极其微小的尺度上，我们目前无法探测。另一个候选者是圈量子引力，这个理论直接对时空本身进行量子化，认为空间不是连续的，而是由离散的基本单元圈构成的。圈量子引力在黑洞起点问题上给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答案。起点不是无限小的点，而是一个过渡区域。这些理论都还没有得到实验验证，我们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知道哪一个方向是正确的。但量子力学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物理学的宏观问题。近年来，一个新兴的领域——量子生物学，正在揭示生命如何利用量子效应。光合作用是量子生物学的明星案例。植物和某些细菌利用光合作用把阳光转化为化学能，
这个过程的效率高得惊人，几乎达到了100%。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这种超高的效率，但量子力学的计算表明，在光合作用中，能量传递可能利用了量子相干性。光子激发的电子态同时沿着多条路径传递，直到找到最优路线。另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是鸟类的导航。某些鸟类能够感知地球的磁场，这可能与它们眼睛中的隐花色素蛋白有关。这种蛋白在接收光子时会形成纠缠态对，纠缠态对受磁场影响的方式可能为鸟类提供了方向感。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鸟类一直在使用量子纠缠来导航。量子生物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量子效应在生命系统中发挥作用的迹象。也许生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量子。夜深了，当你听着这段文字慢慢入睡的时候，也许会有人问，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呢？量子力学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吧？那些方程，那些概念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你想想看，你手中的手机，你去医院做的核磁共振，你使用的互联网，你看电影的激光投影，所有这些技术的基础都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不是远离生活的抽象理论，它就在你身边，默默地支撑着现代文明的运转。更重要的是，量子力学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牛顿的机械宇宙观里，一切都是确定的、可预测的。如果你能知道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你就能预测整个宇宙的未来。这种世界观给了人类巨大的信心。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规律是可以被发现的。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不确定性是宇宙的基本属性。我们无法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精确位置和动量，我们只能谈论概率。观察不是被动的，而是创造现实的一部分。你不观察，电子就没有确定的位置。这听起来可能令人不安，但换一个角度想，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正是自由的起点。在经典物理的宇宙里，一切都是注定的，每一个事件都由之前的事件严格决定，没有真正的随机性，也没有真正的选择。但在量子宇宙里，未来是不确定的，存在着真正的可能性。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正是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的基础。量子力学还教会我们一件重要的事：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妙。在我们熟悉的日常世界里，物体有确定的位置，颜色有明确的边界，猫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但在量子世界里，一切都是模糊的、叠加的、纠缠的。这种奇异性不是缺陷，而是自然的真实面目。也许正是这种对奇异性的一再发现，让我们保持了对世界的好奇和敬畏。无论你信不信，量子力学已经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它告诉我们，宇宙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观察者不是被动的主体，而是积极参与的创造者。可能性不是确定的未来，而是真实的选项。每一次测量都是一次选择，每一次选择都塑造着现实。这不是玄学，而是经过实验验证的物理事实。量子力学不是科幻，而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的真实面貌。所以，当你今晚闭上眼睛的时候，想想那些正在你体内发生的神秘量子过程，想想那些构成你身体的原子，
它们的电子正在同时处于多个能级的叠加态。想想那些在你的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号的分子，它们正在利用量子效应进行精确的信息处理。你不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物体，而是一个复杂的、量子化的存在。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进行着量子力学的舞蹈，你的每一次思考都在创造着现实。这就是量子力学教给我们的：世界是奇妙的，我们也是奇妙的。晚安。